嗨，欢迎来到扭转乾坤，一个让你看透股市的频道。这里我们将为你讲解马股的大小事。继续上一支影片，我们做了 CIMB 和 Hong Leong Bank 的分析，反应非常热烈。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做 Maybank、Alliance Bank， 也就是 ABNB 和 Public Bank 的业绩分析续集吧。这支影片会用到一些之前评估银行股教学的影片所教的东西哦。还没看之前那支影片的朋友，记得之后回去补看。话不多说，我们进入主题。首先，我们来看 Maybank 这个季度的业绩，他们的收入从上个季度的 11.8 个 billion 增长到了这个季度的 13.8 个 billion， 也就是17%，而盈利也很亮眼，从上个季度的 941.7 个 million 增长到了这个季度的2个 billion， 高达 105% 的涨幅，也算是回到疫情前的盈利。 Profit margin 盈利率也从 8% 回涨至了 14.2%， 这背后的原因是因为 Maybank 的烂账储备金 Loan Loss Provision 得到了改善，从上个季度的 1.7 个 billion 下跌至 0.8 个 billion， 大幅下调了 53.8%。 不知道烂账储备金是什么的朋友，可以看回我们之前 CIMB Bank 影片的解说。而要知道这些烂账储备金未来会减少还是增加，我们就要看 Maybank 主要借出去的贷款对象是谁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Maybank 最大的贷款对象就是 Working Capital， 也就是商业用途之类的，而第二大就是房屋贷款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季度的烂账减少了，因为其实上个季度产生最多烂账的领域就是中小型企业，因为国家处于封锁状态，导致许多店家倒闭，而其实个人贷款还没有见到特别多的烂账，这是因为现在政府推出了许多暂缓还贷计划，所以上集说到的 CIMB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因为 CIMB 以商业贷款为主，所以烂账也特别多，而等下说到的 Public Bank 则是相反的情况，等下我们会做更详细的分析。此外 Maybank 有个令人担忧的地方，就是 Loan Growth 贷款增长率在这个季度是萎缩至 -0.6%， 这很有可能直接影响它的收入增长，所以是 Maybank 的投资者要注意的一个事项。因为投行预测未来的贷款增长也会保持低迷，但是有个好消息，就是这个季度 Maybank 突然派息是对投资者的小惊喜，毕竟很多人买老虎头都是为了他们的利息。那么关于 Maybank， 小编自己的看法就是，作为马来西亚银行龙头老大，它的状况还是稳稳的，没有很好也没有很坏，现在的股价也差不多回到了疫情前。如果你问我 Maybank 短期内的走势，小编我觉得会是处于一个横摆的状态，毕竟他们贷出去的款项没有什么增长。那么接下来小编我就来说说很多人在上个影片要求的 ABNB， 也就是 Alliance Bank。 那么我们先来看 Alliance Bank 这个季度的业绩，他们的收入是从上个季度的 421.6 个 million 增长到了这个季度的 474.4 个 million， 也就是 12.5%， 而盈利是103个 million， 和上个季度的 104.3 个 million 没有什么变化。 Profit margin 盈利率则从 24.7% 降至 21.9%。 那么跟其他银行股一样，要注意的地方还是它的烂账储备金 Loan Loss Provision， 因为它的烂账储备金在这个季度突然间增加，从上个季度的 95.1 个 million 增加到了 150.5 个 million， 也就是 58.2%。 这是因为 Alliance Bank 他们大多数的客户都是属于房屋贷款，而商业用途的贷款只占了 21.4 个 %， 也就是说疫情初期当商业们都遇到困难时，其实 Alliance Bank 是没有受到多大影响，反而是现在他们的消费者银行 Consumer Banking 慢慢要开始向普通老百姓收取贷款时，这些烂账才浮出水面。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烂账储备金在这个季度增加的原因。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季度报告上看到，他们的消费者银行有明显的烂账储备金和亏损，分别是105个 million 和41个 million， 这是比旗下其他区块的银行来得高的。此外我们也看到他们有 12% 的贷款是接受了政府的暂缓还贷政策，而这 12% 的总数大概在5个 billion 左右，接近行业
平均值13至15%。至于 loan growth 贷款增长率方面 ，Alliance Bank 是比银行平均水平低的，位于1.28%。那么现在 Alliance Bank 的股价其实也已经回到了疫情前的位置，属于饱满状态。之后还会不会增长，那就要看他们的贷款增长率和之后经济的表现。如果经济变好，人民还得起贷款，那么自然的 Alliance Bank 主要的消费者银行的烂账储备金就会减少，业绩也将变好。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Public Bank 这个季度的业绩，我们可以看到 Public Bank 这个季度的收入是从上个季度的 4.7 个 billion 增长到了这个季度的 5.1 个 billion， 也就是 8.58%， 而盈利是从1个 billion 增长到了 1.4 个 billion， Profit Margin 盈利率方面也从 21.1% 升至了 27.1%。 这里要说的是 1.1 billion 的非利息收入在这个季度占了一大部分的总收入。那么小编我还是要先说关于他们的烂账储备金 Loan Loss Provision 在这个季度是从上个季度的 153.8 个 million 提升到了 334.6 个 million。 原因跟 Alliance Bank 相似，那就是因为 Public Bank 的主要客户都是普通老百姓。我们可以看到房屋贷款共占了 38.9% 的总贷款，汽车贷款占了 15.8%， 而商业用途的贷款只占了区 11.4%。 但是有投行表示 Public Bank 的烂账储备金其实没有那么令人担忧，因为这个储备金的增长很大原因是因为 Public Bank 把他们的 Credit Charge Off Rate 提高了。简单来说就是他们预先把他们的烂账预测提高，以防万一，所以可能真正的烂账并没有预测的那么多。这也意味着下个季度的烂账储备金将又会是一个大数目，所以大家看到千万不要慌。好消息方面就是它这个季度的 Loan Growth 贷款增长率是 4.68%， 比银行平均的 4.48% 稍微好一点。而投行给予 Public Bank 的评价就是他们并不担心下个季度过高的 Loan Loss Provision， 而且对 Public Bank 的贷款增长率保持正面的看法。那么如果我们拿这3家银行做比较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 Public Bank 的 ROE 和 ROA 会比其他银行来得高。不知道什么是 ROE 和 ROA 的朋友可以到之前的影片了解。至于 Interest Margin 也是 Public Bank 的 2.09% 最高。其实这一波疫情对银行股影响最大的就是他们的烂账和贷款增长率，而且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银行都开始复苏了。所以大家觉得哪一家银行最值得投资呢？可以在下方留言给小编知道哦。还有不要忘记股息也是评估银行股重要的一点。那么在这里小编也做了一个分析图表，里面记录了所有马来西亚银行的分析数据，也包括刚刚说到的 ROE、ROA、Net Interest Margin 等等。有兴趣的朋友请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， like 这支影片，并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page， 然后在 Telegram Group 里的 Pin Message 索取这份文件，这是完全免费的哦。大家对哪家科技股最有兴趣？你们可以在下面踊跃留言，之后小编会选最多人留言的来做解说，请敬请期待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